你小子跳伞跳进人家学校的女厕所里，把那群女学生吓得鸡飞狗跳的。啊，我能不认识吗？你是名人吗？演习才刚拉开序幕，伞兵跟卫生员就悄悄潜入了蓝军空降师的驻地，借着深夜昏暗的掩护，营地里的众人全都陷入了沉睡。两人悄无声息解决掉外围所有警戒岗哨，迅速打扫完战场之后，伞兵心里忽然萌生了一个疯狂的想法，他要带着卫生员去割师长的喉。你敢割师长的喉啊？那有什么不让的？别说是师长的，军长我也照割。可就在两人压低嗓门商讨具体行动安排的时候，师长正好撞见了他们。眼看着师长一步步朝自己这边靠近，伞兵立刻站直身体行了军礼。然而首长并没有在意他的敬意，反倒将目光落在了他手中拿着的口红上面，眼神里满是疑惑和不解。伞兵瞬间愣在原地，完全想不出合适的话语解释这件物品的来历。你小子用那干什么？变态了吧？话音刚落下，师长走上前一打量，这才看清眼前之人正是空降师里的名人。师长，你认识我呀？我怎么不认识啊？你小子跳伞跳进人家学校的女厕所里，把那群女学生吓得鸡飞狗跳的。最后你跟人家闲扯，说你是伞兵，是空中的雄鹰，是最猛的勇士。哈哈，车接你的时候，你跟那些女学生牵名留恋，啊？我能不认识吗？你是名人吗？就在这个时候，师长忽然反应过来，想起伞兵早就进入了特种大队服役，实在想不通对方为何会深夜出现在营地当中。眼看着自身身份马上就要被拆穿，伞兵没有丝毫犹豫，立刻采取行动，动作干脆模拟解决掉了师长，全程没有给对方半点可以反抗的余地。一旁的卫生员为了稳妥不出差错，还拿出了随身带的迷药，将这位师长彻底迷倒，失去了意识。卫生员，这可是我们师长，他是你师长，又不是我的，我丑不到鸟。之后，两人悄悄潜入了蓝军的指挥中心。卫生员趁着通讯人员疏于防备，熟练使出拿手技巧，将对方迷晕过去。紧接着，快速向上层指挥汇报了现场状况。平时爱调皮捣蛋的伞兵也没有闲着，他带着满满的得意，在敌方的作战图纸上留下了孤狼小组的专属标记。偏偏就在这个紧要关头，一只宠物狗摇着尾巴走进了指挥室。一旦这只小狗发出叫声，两个人的潜伏身份立刻就会被彻底揭穿。于是，卫生员没有丝毫犹豫，他再次拿出沾有迷药的手帕，直接把小狗迷倒。我们师长的狗。师长的狗怎么了？师长都让我们给弄挂了，就让谁陪师长啊？随后，二人穿梭在营地的各个帐篷当中，逐一清除了营地内剩余的所有蓝军战士。完成了一轮全面的清扫行动之后，整座营地就只剩一处女兵帐篷没有触碰。卫生员听到帐篷里驻扎着女兵，当下眼神立马变得灵动起来。伞兵连忙提醒他，女兵的警戒意识太高，不要贸然对这个帐篷展开行动。紧接着，他伸手想要将卫生员带走离开，但是始终没能拉住执意上前的卫生员。伞兵清楚接下来大概率会出现意外，立刻转身前去寻找车辆，做好接应工作。这个时候，卫生员已经偷偷潜入了女兵帐篷。他在心中暗自做好了决定，一定要攻克这最后一处据点，再撤出营地。可他进去没多久，帐篷里就炸开了锅。抓流氓了！抓流氓了！抓流氓！抓流氓！哎，你们误会了，我不是流氓。哎呀，湖南卫生员怎么也没想到，整个蓝军空降基地都端了，最后栽在一帮女兵手里，吓得他只能狼狈的往外跑。退友，快跑！快跑！我跟你说了，那帮姑奶奶不能惹嘛你！快跑！快跑！